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熊猫君。在我以往的视频中，这个酒出现的频率还挺高。比如说，我买过白酒，买过洋酒，买过葡萄酒，买过蒙古酒，还买过假酒。那么从我的视频中，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出来，我的酒量是可以小酌几杯的。那最近我又在网上看了一个关于酒的比较火的玩意，就是伏特加果冻。我感觉我有必要尝试一下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网红伏特加果冻，包装还不错，还送了一个调酒大师专用的勺子，哦不对，叉子，勺叉。里面一共有12颗果冻，乍一看它就跟普通的果冻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它是货真价实的，含有12度的酒精。我们先全部拿出来。 为什么要把它们全部拿出来呢？大家也都猜到了，我今天要把它们全部吃光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哎，就10颗啊，这少了2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啊，原本就是10颗。 这一颗果冻是38克，10颗就是380克。380克相比较于一瓶啤酒要少一些，但是它的酒精度数达到了12度。那综合下来，这10个果冻吃下去，应该跟喝了一瓶啤酒是差不多的。但是啤酒它是液体，这个果冻它是固体，应该是有一些区别的。那到底会怎样呢？我们试试就知道了。这个伏特加果冻它吃的方法还是有点讲究的。我们先把它打开，然后呢，直接把它吃下去。 就跟吃普通果冻是一样的操作。哎，好像没尝出什么味道，我们再吃一颗。这次我们要仔细的观察一下，它也像普通的果冻一样，这上是有水的，看到没有？滴下来了。这个水喝起来好像感觉不到酒精，它每个颜色对应的是不同的口味。这个紫色的是葡萄味，刚刚那个黄色的是什么味？我给忘了。我们这个仔细的品尝一下。 这个味道怎么说呢？果冻依然是果冻，还是果冻的口感和味道。但是从它进入你的嘴巴0.5秒开始，伏特加酒的味道立马就会在你的口腔中爆开。我也不清楚这个是不是真正的伏特加味道，因为我对洋酒没什么研究，反正它不是白酒的味道。总的来说，当你刚吃进去的时候，果冻的味道大于酒的味道，但是当你嚼着嚼着，酒的味道就会越来越大。当你最后咽下去的时候，整个口腔都是酒的味道。还行吧，这个味道不会让我讨厌。 这个红色的是什么味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它的酒精含量我感觉明显要比前2个要高。如果不怎么喝酒的人吃这个红色的话，绝对是有一种难以下咽的感觉。我感觉好像每一种颜色它的酒精含量是不一样的。这个蓝色的就基本上感觉不到什么酒精度数。再吃一个红色的试试。 果然是这样，这个红色的是最烈的，然后所有的颜色都尝试过了，只有这个绿色的没有尝试过。我们现在来吃一个绿色的。绿色的烈度跟红色的不相上下，为什么会辣眼睛呢？ 好的，我已经连续吃了6颗果冻，还剩下最后这4颗。这4颗呢，我打算用一些比较有格调的方法把它们吃掉。这是我根据说明书上的方法来调制的果冻鸡尾酒，咱们来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？ 除了有点撑，好像没啥味道。酒味被雪碧冲淡了很多，基本上就只能感觉到果冻和雪碧的味道。这种方法基本上就没有喝酒的感觉了，所以我打算再换一种方法。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，我喜欢阅读他会湿湿的眼眸。
而我的咖啡，它不用太多。这世界已经因为它甜得过头。那么这一杯是伏特加加果冻加啤酒组成的，这叫什么酒呢？这是我原创的福果啤酒。那么咱们现在就来品尝一下，其实看起来还不错。咱们现在来点评一下我自制的这个福果啤酒，其实跟那个雪碧的效果是差不多的，我只能尝到啤酒的味道加上果冻的味道，伏特加酒的味道基本上就消失了，不是很满意。然后咱们现在再来说说整个这10个果冻吃下去的感觉，好像没什么感觉了，但是也许已经是有效果了，只是人喝醉了自己一般感觉不到，所以这个需要大家来判断。大家看我现在的状态是像已经醉酒的状态，还是正常的状态？我感觉好像跟平常的状态还是有点不一样，因为我感觉我好像有点啰嗦了。就平常我感觉我讲话比较简洁干练，但是现在好像是开始啰嗦了。哎，我把啰嗦又重复了一遍。我平常喝啤酒是可以喝个2、3瓶的。所以我感觉这380克的酒精度含量12度的果冻我吃下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我现在感觉也是没什么问题。那到底有没有问题呢？大家感觉呢？